2000年前，这片荒原不属于地图，只属于风。有一群人，他们听得懂沙子的耳语，他们是沙漠的幽灵。他们赶着满载乳香与没药的骆驼，在无人敢入的禁区筑起了一座又一座石头的奇迹。在沙漠里，一个民族为了守住财富，把首都藏进岩石裂谷。这里就是佩特拉。帝国或许伟大，但岩石比帝国更长久。向南跋涉500公里，在更孤独的荒野中，他们留下了姊妹的印记。这里是黑格拉。西元106年，沙漠的自由被终结了。罗马的铁蹄踏碎了香料之路的宁静，将这片岩石之城圈进了帝国的版图。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序幕。西元363年，大地发出了最后的嘶吼。那一夜，山峦摇晃，巨石崩裂，纳巴泰人引以为傲的供水系统在几秒钟内化为乌有，水源枯竭，商队远去，罗马人离开了，纳巴泰人引入了荒漠。这座玫瑰色的迷宫从此成为了时间的囚徒。直到1812年，一个名叫贝克哈特的瑞士探险家披上穆斯林的长袍，隐藏起自己的信仰，在当地人的怀疑中屏住呼吸，走进了那道被遗忘的裂缝。封印就此被揭开，佩特拉在约旦的深谷中重新呼吸，黑格拉则在沙乌地的热浪中缓缓睁眼。这就是传说中的圣杯寻宝图，接下来就交给你们2位了。好哦 ，Jovi， 你看这张寻宝图，我们待会就从这条蛇道钻进去，一出峡谷就会看见最有名的卡兹尼神殿，接着经过那整排山刻出来的皇家墓种群跟剧场，再顺着这条古罗马柱廊街走，瞧瞧传说中的女儿宫，再后也是最硬的一段。我们要挑战800多的阶梯，直攻山顶，去看看那座在山里的修道院。看来有点挑战，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吧。这里就是蛇道的入口。你看，有2个穿着纳巴泰传统皮甲、拿长矛的卫兵耶。对啊，让我们感觉回到2000年前。嗨，这就是当年的水道。当年他们在整座峡谷的岩壁上手工凿出了长达8公里的引水系统，最厉害的是坡度精准控制在4度左右，不是随便挖挖，这是为了让水流既能快速前进，又不至于冲破脆弱的陶管。2000年前，这条蛇道不只是通往神庙的路，它更是沙漠里最难得的供水系统。想象一下，你刚从几百公里的焦渴荒漠中走来，踏入这条裂缝，空气瞬间降了10度，你可以听到喷泉拍打石槽的节奏。真的有感受到当年的情境耶！哇，你看那道光，快，我们到了。不论是法柜骑兵或是变形金刚，我都看了好多遍。今天终于像他们一样站在佩特拉这里，实在是太感动了。我真不懂，纳巴泰人为什么要把首都盖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不去沿海呢？我之前有做过功课，这段国家地理频道说明得很好。
Petra was the perfect crossroads. It was a nexus of commerce. So you have north-south trade that involved frankincense and myrrh, and then turquoise and peridot and gemstones coming from the south. Then you have the east-west trade coming through, which is now Kuwait, that would have brought silk and Chinese goods in from the east. So there's no coincidence that Petra was the perfect location. 刚影片讲的就是贸易地理位置绝佳，另外就是天然防御的地形，像刚刚走过的蛇道，还有沙漠地区难得的水资源，所以当年才会选这里的。哦，原来如此。我们现在应该走到了皇家墓种群，你看那里有一个墓穴，来去看看。现在里面都是贝多因人在做生意，像这里摆放色彩斑斓的编织地毯、手工饰品，甚至是当地的石头，还提供座位让你在里面休息歇一下。那巴泰人只用了短短200年，就把整座山谷雕刻成一座城市，不是用砖，不是用木，而是直接把城市从原石里挖找出来。很多人看到卡兹尼神殿，就以为看完佩特拉了，没有继续走下去，真的很可惜。真正的冒险是从神殿之后才开始。看起来我们来到了佩特拉剧场，怎么有点像罗马剧场呢？一开始剧场是那巴泰人建的，后来西元106年罗马帝国接管之后，又把它扩建成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大型剧场，所以看起来像罗马剧场没错。你看，猫也走累了。沿途其实会有很多人问你，要不要骑驴，要不要骑马，因为从卡兹尼神殿走到修道院，真的不算短。但我们想说，既然都来到这里了，用自己的脚走一遍，也许更能感受这座城市。大家看这条长长的直线，这就是2000年前佩特拉最热闹的忠孝东路、柱廊街。想象一下，当时这条路两边全是大理石柱，路面上铺满了平整的石板。这里不只是商队的转运站，还是当时最顶级的精品购物街。来自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全都在这交易。忠孝东路耶，好可惜哦，为什么不再热闹了呢？最主要就是西元363年的那场大地震，破坏了整个城市的水利系统，商队开始离开，城市逐渐衰落，繁华也慢慢消失。我身后这座建筑被称为女儿宫，它是佩特拉少数不是从岩石雕刻出来的建筑，而是用石块一层一层堆砌而成，也称作法老的女儿宫殿。看到很多人都骑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终于来到佩特拉，最考验体力的一段路，通往修道院的山路，有800多石阶。2000年前，商人、朝圣者、女人也都是一步一步走上这座山。那巴泰人留下的文字资料不多，但他们留下了一种更壮观的历史，一座一座刻在岩石里的城市。但他们最厉害的就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在1年只下几场雨的沙漠，可以让几万人还有动物都住在这里。很多人不知道，佩特拉最大的建筑其实不在山谷里，而是在山顶。大家知道是什么建筑吗？就是修道院。我们终于到了。下山我们用标的，还要前往她的姐妹黑格拉。很多人知道佩特拉，却不知道在它南方约500公里，还有一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城市，它被称为佩特拉的妹妹黑格拉。我们今天寻宝地图，从游客中心出发，第2站伊斯利卜山，那里有无数的岩石神庙，气氛很神圣。第3站女子山，这里的墓室外墙雕刻非常精美。第4站在库之子利哈杨墓，这是整片景区最壮观的独栋巨型墓葬。第5站艾哈迈尔山，看着那红色的岩石，绝对会让你有种来到火星的错觉。这里不像佩特拉在山里有 shuttle bus 可以坐，轻松多了。我们巴士上有一位网红，他每到一站
就会冲到前面去，在人群还没抵达前，才能拍个美美照。It's their sacred area and worshipping area. You will see some of their gods. 这里是伊斯利卜山，是当年的中央祭祀区，纳巴泰人在这举办盛大宴会、祭祀神明的地方。这两座巨大的岩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裂缝，这是一条通往神圣地带的唯一通道，墙上还刻着许多神龛。当年的祭司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向祭坛的。别被这个温柔的名字给骗了，这里可是黑格拉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墓葬群。之所以叫女子山，是因为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铭文，记载着许多墓室是由当时的女性初次建造或拥有的。在2000年前的纳巴泰社会，女性的地位可是高得吓人。她们能经商，能拥有财产，甚至能为自己盖这么豪华的豪宅。仔细看墓门上方，有没有发现一些奇怪的生物？那是老鹰或者是半人半鸟的哈比，他们是这里的守护神，专门对付那些想进去偷宝藏的人。如果说刚才的女子山是豪宅区，那这里简直就是荒漠中的顶级总统套房。这座墓在当地还有个超酷的外号，叫做 QASRL Ferret， 意思就是孤独的城堡。你看，它就一个孤零零的矗立在这里。它是直接从一整块巨大的独立岩石中硬生生雕刻出来的，四面不靠山，傲视群雄的站路中间，这气场是不是隔着几百公尺都能感受到？这座石塔的底部有没有发现下半部分的雕刻比较粗糙？没错，这是一座半成品。当年的石匠从顶部往下刻，刻到一半可能因为战争或资金断裂就停工了。仔细看正门，它有4根非常典型的纳巴泰式柱子，在当时，柱子越多代表主人越有钱，地位越高。这里是艾哈迈尔山，岩石因为风化，形成了很多像蜂窝一样的小洞。当年的商队路过这里，如果遇到沙尘暴，就会把最贵重的香料和金币塞进这些天然的保险箱里。仔细看这里的岩层，它不像利哈雅木那样是一整块颜色，而是有着像大理石蛋糕一样的纹路。你看这个有没有像一个人的侧面？同样是纳巴泰人的杰作。如果说约旦佩特拉是一场考验，体力与意志必须翻山越岭才能见到的壮烈远征，那沙烏地阿拉伯黑格拉就是一场优雅、静谧且充满尊荣感的时空漫步。在黑格拉，我们不流汗，只流连忘返，还可以跟网红一起捕捉最美的回忆。太阳就要下山了，看着夕阳，喝着咖啡，真的是太享受了。我们这次啊，走了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的佩特拉，又到了它的姐妹城市黑格拉，分别在2个不同国家，要一次走完也不容易。所以在这里分享给想去这2个地方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继续频道见喽！